我下面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刚才主持人提出来这个问题。就中国似乎是最后愿意谈了，但是又故意把会谈搞得很糟糕。那么这次呢，就为什么会这样？这次会谈实际上，这个可以说是相当于上次美中阿拉斯加会谈的2.0版。那上次阿拉斯加会谈我们在以前节目里谈过的，双方吵得不亦乐乎，最后是不欢而散。那这次会谈似乎还是如此。那么和上一次阿拉斯加会谈不同的地方在于说，中共相同的地方是说，中共还是高调批评美国绝不后退半寸，那么更不承认有任何错。但是呢，这2次阿拉斯加会谈和天津会谈也有一个不同的地方，不同地方在2点。第一点就是美国拜登当局是相当看重这次会谈的，希望会谈能取得进展，为此还放了诱饵说，如果谈判顺利，可以为这个拜登和习近平见面铺平道路。那么拜登的背后呢，实际上是站着一群美国商界学界的这个拥抱熊猫派，还有一小群美国民主党的国会议员是亲共派。那么他们都希望拜登一举推翻川普总统的对中国的政策。那么这次和天津会谈和阿拉斯加会谈不同的第2点就是说，拜登为了这次谈判顺利啊，希望中共能有这个冲突管控的意愿呢，是特地让国务院把美方的这个希望公开讲出来，就希望中美关系的双方合作过程当中不要脱轨。这等于是把美方的底牌事先亮给中国看。那客观的讲呢，拜登这个意图对双方是有利的。那当然前提是中共的思维和行为要比较理性才可以这样。但是我们看到中共就是刻意的要避开这个议题，不给美方谈这个议题的机会。那么为什么中共要这样做？在这里我想这个稍微回顾一下美国在冷战当中的经历和历史。就是美苏冷战当中，美国打交道的对手也是个红色大国，是苏联。那当时苏联的角色，美国是比较熟悉的，就是苏联的外交路数是什么样，美国比较熟悉。那么我现在就把苏联当年的角色和中共今天在中美冷战当中扮演的角色做个对比，那么就可以看出来哪一种角色可以让冷战双方能够进行比较认真的对话。那苏联在冷战当中与美国一直是有外交接触和谈判的，包括双方高层的交往。归纳起来呢，苏联角色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点就是光明正大，对自己干过的事情不会耍赖的，而是承认事实。第2点，苏联虽然是共产党政权，但是和西方国家有相同的价值观的最底线方面的认同，那就是不要核战争。虽然这个意识形态上是互相不可能认同，但是他在不要核战争这一点上价值观是一致的。第3点，苏联虽然和美国摩擦不断，但苏联始终保持和美国合作的意愿。第4点就是苏联的行为不偏激，基本上是遵守国际规则，还不至于公然否定国际法规。还有第5点，苏联大体上是有信心，他认为说在美国和美国在冷战当中既抗衡又合作，短期来看是双赢，但最终是社会主义会战胜资本主义，这苏联是有信心的。那么苏联在冷战当中这5个特点，中共又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可以说中共在这5个方面基本上都是和苏联截然相反的，也可以说中共的做法是红色大国当中最不上道的套路。那首先，中共从来都不敢光明正大，从来都否定自己干过的事情。比方讲，点燃中美冷战的几项军事威胁行动，我们以前的节目里介绍过，中共敢做却不敢承认是冷战行动，反过来倒打一耙，说美国才有冷战思维。那其次，中共在南海占领国际海域作为这个核潜艇的发射阵地，在这个问题上，中共根本就不承认他的作为，也完全否定国际海洋法。第3点，在这个对美情谍报战方面，中共的对自己大批的间谍被捕，假装不知道。那么他长期实施对美国的网络攻击，中共也是矢可否认的。我刚才举这几个例子，都说明，就是中共首先呢是一个不正大光明，从来否定干过自己干过的事儿，是赖账。那在第2点，就是苏共那个角色
还有一些价值观上不要核战争那个基本对人类生命的这个关注。那么在这点上，中共是完全拒绝苏共那种尊重人类生命、防止核战争的价值观，而且是拒绝和美国就防止核扩散还有限制核武器数量做任何谈判。那背后的思维就是中共不想在核武器使用方面受到任何约束。换句话讲，中共其实是想用核武器杀人的，大量杀人的。在这方面，中共对让国人送死或者让外国民众死于战争，它是没有任何人道底线的。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以前在我们的节目里介绍过毛泽东相关内容的对内对外的讲话。那么现在中共是完全继承了毛泽东那个核战争理念。那么第三，这个中共在合作方面，他只愿意在有利于自己的前提下对美国做些让步，但不会有诚心诚意的合作意愿。而且在表面上的所谓合作的背后，中共一定会做一系列破坏所谓的合作的这种小动作，那个才是他的本心。他从来不甘心让美国能够顺心。因此，中美冷战当中，美国想谋求美苏冷战那种与苏联那样的战略合作，完全是缘木求鱼。那么第四点，苏联的行为是不偏激，遵守国际规则。那么中共正好相反，中共把国际规则看作是妨碍它在世界上称霸的障碍，把国际规则看成一块破抹布，随时可以扔掉，所以他根本不在乎其他的国家怎么看待中共对待国际规则的态度。关于这一点，我们讲讲中共的历史上就可以知道，这个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当时共军的新四军在江苏的苏北占据着，他就和江苏的日军勾结，互相不攻击，而且还彼此大做生意，同时还偷袭处于抗日前线的国军，抢国军的枪械和地盘，完全不顾道义形象。那么后来中共负责在这个上海和日本情报机构合作的这个叫潘汉年这个特工头子，后来在中共党内的内斗当中，被毛泽东给判了无期徒刑，就是把他永远关起来，为的是封嘴。那么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沿用到现在的对美国的策略当中，就是他完全没有任何这个信义可言，也完全不把任何规则放在眼里。那么第五就是苏联在冷战当中对美国是拒抗很有合作，愿意接受一种双赢格局。那中共其实没有苏联那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因为中共上个世纪已经知道社会主义制度必败的，所以他们事实上我以前在节目里谈到过，早就在上个世纪末就抛弃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方面的制度，实行了市场化改革。那么正因为如此，中共心里很清楚，如果是在公平的市场竞争还有国际规则的约束下，他的这个共产党的制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枷锁，是必然会有这个不利于它的发展的。所以在这种状态下，中共要是只走国际上公认的正道，它绝对不会有出头天。那么对比这两个红色大国在冷战当中的行为模式、观念特点，我们可以看出来，对美国来说，中美冷战比美苏冷战难应付得多，因为对中共这个战略大敌呀，美国不但国内有卖国势力，而且政界还有很多看不透中共的政客。那么回到主持人问的问题，为什么中共在天津会谈当中会重演阿拉斯加会谈那个恶劣的模式？为什么中共就不愿意和美国携手合作？那么还有中共有没有可能和美国携手合作？那么对这样的一种大的思考，需要一些比较深入一些分析中共的动机。那么刚刚我讲过，中共是用共产党专制之下的这种市场经济和世界上民主国家的自由经济在比拼。那中共的战略目标是想要崛起，成为世界上的霸权国家，但中共知道，靠正常的竞争，中共那个霸权梦永远实现不了。主要原因就是它的技术基础不但弱，而且受专制制度的压迫，它没有那些科研人员，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只能是被官僚用经济利益和行政命令的鞭子驱使。那么资源也是被政府胡乱的支配。这样的话，它的技术研发永远只能在少数重点上有所突破，却永远不可能产生民主国家那种自由思维状态下蓬勃兴旺的科技进步。那么既然如此，中共知道它按照国际规则，这个走自由市场经济的这个
经济运作它不可能这个崛起，那中共又不肯放弃霸权梦，那怎么办呢？他只能走连偷带抢歪道，而且他既怕美国不让他偷，更怕美国等西方国家看穿他的基本弱点，所以他对美战略不可能是平等交往的，而是要在压制美国的状态下要掏空美国，削弱美国。所以呢，中共面对川普总统的反制，外交上处于下风，就点燃了中美冷战，想用军事威胁来逼美国让步。那么现在面对拜登，他一方面在冷战的军事层面加紧扩军备战，一方面又想在外交层面逼拜登让步。那在中共看来，只有美国让步了，他想在美国为所欲为，掏空美国、削弱美国这种战略意图才可能实现。所以在这种中共的思维里面，他对美国从来只有敌我意识和零和博弈的观念，对美国他就是想要弱你强我，所以中共所追求的从来不是中美双赢，和苏联完全不一样，而是一种永远的削弱美国的策略。那么在中共眼里头，凡是对敌人有利的，他绝不去做，绝不为之；那凡是对敌人有损的，他是绝不停手。那么这样你来理解中共的对美战略，美中阿拉斯加会谈会出现1.0版和2.0版，就几乎完全可以是在意料之中了。而且今后还会出3.0版、4.0版。那么要期待中美关系的和解改善的意愿呢？希望中共理性遵守这个国际规则的行为，这些期望注定是要落空的。当然了，不管美国的当局是主动看清楚这个道理，还是被动的在中美外交对话中明白这个道理，外交谈判呢，毕竟还是需要的，这个环节呢不能跳过去。但是和野心勃勃的中共谈判是不可能指望出现对民主国家有利的结果的。所以哪怕明天早上拜登和习近平面对面谈，结果还是一样。